黑門市場呢一個入口，右手邊見到一間叫大丸百衣。黑門市場邊度有道門係黑色？黑門市場呢一個名由來唔係而家，而係以前大丸百衣呢一度就係一間寺嚟嘅，叫圓明寺。跟圓明寺嘅山門，即係入口嗰度好堂皇嗰道門係黑色嘅，喺隔離嘅市場，所以就命名為黑門市場。咁再之前係叫做圓明寺市場。好可惜，間圓明寺就因為大火燒毀咗，而家領揾唔到。大丸百衣一路向住前面都係圓明寺嘅範圍嚟嘅，一場火災燒到而家連痕跡都冇，領揾唔到啦。剩翻落嚟就係黑門市場。不過黑門市場嘅發展都唔係咁平穩。最初黑門市場係非法擺賣，係泉州嘅漁夫。泉州即係大阪市比較南部有個地方叫泉佐野，嗰個泉字就係泉州嗰個地方。泉州嗰啲人將啲魚本來係運去大阪另一個地方，係而家大阪中央市場河對面嗰個地方嚟嘅。當時賣魚嗰個地方叫集魚場或者叫集後場，但係當然大阪人係唔會咁容易批准外地人，即係所謂泉州而家係大阪，但係當時唔係大阪，唔會批准外地人去呢度賣魚嘅。去趕啦，泉州嗰啲人就冇辦法俾人趕。泉州啲人要揾地方去擺賣，咁就揾到黑門市場呢個地方。咁以前黑門市場呢度係貧民區嚟嘅，兩邊都起晒長屋。係近呢100零年，因為發展，因為要舉辦國內嘅勸業博覽會，咁呢度就到整理，先至去清拆嗰啲貧民區。本身黑門市場呢一度擺賣係以貧民為客戶，當時幕府同埋之後嘅政府都冇批准到喺度擺賣。要去到1902年先至正式批准啲漁夫喺度賣魚，咁所以黑門市場嘅歷史都係100零年多啲嘅啫。如果計埋非法嘅時期嘅話，咁我可以追溯到17世紀初，1622年嗰陣時已經有記載話唔批准啲漁夫喺呢度擺檔，所以醖釀咗好耐，不斷非法擺賣，一段喺度走，亦都經歷過貧民區嘅時期，所以黑門市場呢個地方其實都幾滄桑。正式得到批准之後，但係亦都因為火災同埋第二次世界大戰，大阪受到美軍空襲，令到呢度全部燒毀晒。圓明寺就冇重建到，市場就有重建，就成為而家咁嘅黑門市場。黑門市場見到呢個十字路口，呢度寫住大酒場，嗰度就賣牛角包。咁轉嚟呢度都可以揾到黑門市場以前少少歷史。咁點解大阪呢個地方要整市場，或者係可以整到市場，唔係起樓，唔係起公寓，唔係起住宅嘅呢？咁睇下呢度就會知啊。呢條巷可能比較冷清啲，係睇下啲鋪頭嗰啲名啊。譬如呢度有一間叫末廣軒，明治30年創業嘅，呢間係普通食西餐嘅。再行前少少，前面有一間好似唔係好拉間咁樣，橙色圍布圍住嘅，寫住末廣 Coinlaundry 洗衫嘅。呢度有兩個末廣，再睇前面，最前有個招牌都係寫住末廣嘅喎。咁末廣係咩嚟嘅呢？末廣係一條橋嘅名嚟。呢度睇嚟睇去都好似冇海或者冇河咁樣嘅喎。咁喺之前嘅道頓窟特輯裏邊都有介紹過，或者其他介紹大阪嘅特輯裏邊都有介紹過。大阪有好多運河，但係因為經濟發展而已經係拆晒。咁睇下呢度黑門市場呢個位置，周圍都冇河啊。咁其實前面呢一度打橫呢一條街，本來就係一條河嚟嘅，完全睇唔出係一條河啊嘛。咁樣睇埋去，完全冇咁嘅感覺。呢度係河嚟嘅咩？再行嚟呢邊就可以揾到小蹤跡啦。呢度有條柱。再行前少少睇，喺個大廈度嘅喎，寫住スエヒロ橋，即係末廣橋嗰條橋嘅一條柱。搬咗嚟呢度係其中一個遺跡嚟嘅。本身出邊呢度就係一條運河嚟，咁好簡單啦。啲魚捉到之後，或者係其他鮮果運到嚟呢度，就可以即時去市場度擺賣。咁所以呢一度有個市場，完全唔出奇。呢度睇到有個錢湯都係寫住末廣，
不過抹廣橋已經唔知去咗邊度。咁可能有人嚟過黑門市場，我發覺咁多鋪頭都叫抹廣，係發生咩事嘅呢？咁而家就為你解答咗。睇睇國土地理院嘅地圖，呢一張係2017年嘅地圖，上面打橫嘅就係道頓窟村，而中央打橫嘅係千一錢通。再望落少少，有條街係有上蓋嘅，呢一度就係黑門市場。而喺上蓋行出少少，就係頭先睇到抹廣橋嘅地方。而家呢一度全部都係陸地，全部都係馬路。但係睇翻1940年代嘅地圖，可以見到呢度有條打直嘅運河。道頓窟村以前已經喺度，係一條好闊嘅河。而向南打直有一條運河，叫做高津入窟村，可以搭船經過道頓窟村，轉入嚟高津入窟村，可以駛到去黑門市場附近。而頭先睇過嘅抹廣橋嗰條柱，就係以前抹廣橋嘅遺跡。呢條高津入窟村喺1937年嗰陣時開咗，而去到1968年就俾人填咗，而家就變成咗馬路。睇翻而家嘅地圖，高津入窟村改咗個名叫做高津入窟根。睇睇呢度附近嘅屋，好明顯同兩邊嘅佈局係有唔同，呢啲都係填咗條運河嘅一啲證據。雖然運河已經俾人填咗，抹廣橋已經失去咗作用，甚至連條橋身都唔知去咗邊度。不過黑門市場繼續營業。雖然經過新冠肺炎嗰陣時，有大概30間左右嘅店鋪捱唔住要結業，但係疫情已經過去，有好多外國人嚟呢度玩，因為夠近銀波，而且都喺大阪嘅市中心，喺面南面，即係大阪南部地方嘅中心位置。南部地方即係相對北面梅田嗰度，南邊呢度蘭波，因為太過方便，而且可以駁到去機場。好多人嚟大阪嗰陣時，經關西國際空港嚟到蘭波，跟住揾附近嘅酒店住，或者直情出到嚟玩，唔係好遠，或者係搭一個站嘅地鐵就可以嚟到黑門市場。本身呢一度係做街坊生意，不過其實再追翻之前係做貧民生意，之後又可能做啲批發。主要係同料亭去做交易，然之後再賣一啲魚啊，再發展到賣生活雜貨，譬如呢一間咁樣生活雜貨，Maruyoshi Depot。另外又開咗啲藥房啊，北海道物產新嘅鋪頭係以外國人做客戶嘅。咁呢個市場不斷轉變，但係見到佢咁繁榮，有咁多人，其實都幾開心。一個市場可以發展到今日嘅地步，亦都可以維持到佢嘅生意，其實即係一啲都唔簡單。黑門市場雖然近日有好多新聞，亦或者係叫近年啦，我見到啲新聞可能你係2018年開始已經有報道，話有啲鋪頭價格係比較貴。頭先譬如睇到大蝦賣3500 yen 嘅價格比較貴，咁有啲人就會覺得係好似係做遊客生意。即係遊客對個價格未咁敏感，唔知道幾多錢係抵，幾多錢唔抵嘅。以外國遊客嚟做客戶嘅話，咁就可以標高啲嘅價錢。不過都係講翻嗰句，一隻咁大個蝦，去邊個魚市場先可以揾到呢？同埋可以即時可以燒嚟食，所以幾難得。咁當然3500 yen 呢一個定價係平定係貴，呢個好難講。咁如果係每一日食飯當係晚餐，其中一餐其中一味餸係食蝦嘅話，咁3500 yen可能覺得好貴。但係以旅遊嚟講，好難得嚟一次大阪，又咁近市中心，去黑門市場兜幾個圈，可能1個鐘頭、個半鐘頭兜幾個圈，可以食好多嘢。其中一樣係大蝦3500 yen嘅話，可能喺某啲情況嚟講，未必係真係咁貴，或者係冇個價值，因為慳翻好多時間，唔需要去揀。想食大蝦，好難講有啲嘢。咁我唔排除某啲鋪頭可能個定價係 set 得更加高嘅。咁但係都係某部分嘅鋪頭，我頭先都介紹過一啲老字號，佢哋都係以街坊嘅價錢嚟做生意，冇話特別係調嗰個價錢。咁所以黑門市場，我覺得係仲有遊覽嘅價值，同埋嚟呢度食嘢，嚟呢度玩都唔需要咁擔心。去睇過度過，自己係想揾啲咩嘢食，自己可以出幾多錢，可以個價位出到幾多。然之後自己有幾多時間啦，同埋係咪真係好想周圍自己去玩，定係去呢個市場黑門市場就有齊晒咁多樣海鮮，咁多樣選擇嘅。咁自己諗過度過嘅話，先去 set 好一個預算，自己一個預算可能5000 yen 或者係3000 yen 又好，或者1萬 yen 又好，咁就可以去揀啦。唔一定要食大蝦嘅，有好多其他嘢食嘅。
今日我係嚟呢度冇食過嘢嘅，因為我已經食咗飯先至嚟。我打算揾一日就叫多一個人嚟陪我一齊喺黑門市場度食嘢，大家揀下有咩好食，可能會試一試嗰隻3500yen嘅大蝦，睇下係咪真係咁好食。咁我覺得如果好食嘅話，3500yen咁我覺得都冇問題，因為咁大隻蝦真係好難見。希望大家嚟大阪玩或者嚟日本玩得開心啲，睇到啲資訊就可以有更多準備。嚟呢度就唔需要咁煩惱，就可以挑選自己想要嘅嘢，唔一定要食大蝦嘅，有好多其他嘢食嘅。咦，我見到有半價喎，蝦半價，我暖嘅喎就睇我試一試呢個先。希望中意睇最新日本影片嘅觀眾可以課金俾我，幫助我可以拍更多更好嘅影片。課金有幾個方法，有 PayMe， 香港觀眾可以用呢一個，仲有 PayPal， 住歐美嘅觀眾就好方便。PayMe 同埋 PayPal 金額係任意，睇完每一條片覺得好睇嘅話，每個觀眾課金少少，夾埋嘅話對我嘅支持就好大。而之後就係 Patreon， 呢個係每個月自動課金一定嘅金額，長期支持 Patreon 就最好，我亦都係最開心。食嘢嗰度好大音樂聲，我出翻嚟，估唔到最後我話冇嘢食啦，咁我行翻出嚟諗住走嗰陣時，竟然俾我發現到有隻半價嘅大蝦，我見到應該冇3500yen嗰隻大蝦咁大嘅，應該係細一個 size， 佢就賣2000yen，咁就半價，我拎去俾錢啦，咁啊1080yen 嗰個見到，就係消費稅，不過唔緊要啊，1000yen咁我食咗隻大蝦，咁我今日都算係完成咗任務。咁個燒係有啲 barbecue feel， 係有晒味嘅，有晒鹽嘅。咁蟹膏嗰啲全部都係燒熟晒㗎啦。以barbecue 調理烹調方式嚟衡量嘅話係 OK 嘅。咁我覺得啊，咁大隻蝦咁1000yen咁，我唔知大家會唔會覺得係哇好貴啊，定係點樣啦？咁我自己覺得啊都 OK 啦，咁樣出到嚟大阪咁樣當係有一樣嘢，最後有一樣嘢可以即係試下啦，唔需要就咁睇完之後就走啦。咁我都幾滿足嘅。前面就係黑門市場，經過我諗住走人啦，見到有人行入呢間酒店裏邊，對 B number Kuromon， 即係蘭波黑門啦。哇，原來咁近，亦幾好啊！隔離有間 Super Hotel， 一落街過條馬路已經係黑門市場。咁如果係想慳時間，想快啲去黑門市場嘅話，呢兩間酒店可能係幾好。